今天的欧洲足坛，很多人都记住了奥斯梅恩，他们记得他的速度，记得他的冲击力，也记得那张面具下的脸。可如果把时间往回拨，他其实并不像一个注定会被世界看见的人。至少在童年时，没有人会这样想。他出生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那不是一个会被球探频繁光顾的地方。更准确地说，那里离职业足球路径实在太远。那里几乎没有成体系的青训，能看到的不是通往酋长的阶梯，而是最直接的生存压力。在他后来的回忆里，自己成长的环境离职业足球非常遥远，离先活下去反而更加接近。这不是一句夸张的话，那是他真正经历过的现实，也是他最早面对的人生底色。这样的出身，这样的成长条件，放在大多数人身上，别说踢上职业足球，就连被看见都非常的艰难，更别说走到欧洲，走到聚光灯下。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后来却闪耀了意甲。他不仅走出了拉各斯，也走进了欧洲足坛的视线，甚至成为了尼日利亚最具冲击力、最快的前锋之一。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奥斯梅恩的故事，看看他是怎样从一个几乎不可能被看见的孩子，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如果说很多球员起点是先爱上足球，再一点点靠近职业道路，那么奥斯梅恩的顺序几乎是反过来的。足球对他当然很重要，他也是真的热爱这项运动，但在他的成长环境里，热爱这件事必须先给生存让路，因为当时的现实很简单，家里连一顿温饱都很难保证的时候，踢球就不能排在第一位，他只能先想办法活下去。一段时间里，奥斯梅恩甚至完全不踢球，不是因为他不喜欢了，而是因为他必须帮家里赚钱。那段时间，他会和姐姐们一起去街上卖橘子，等红绿灯的时候，他们也会向车里人卖水，这就是他的日常。而他的哥哥有时会带回来一份体育报纸，报纸封面上可能是德罗巴，也可能是伊布。奥斯梅恩看着这些名字，会觉得他们像是活在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足球能改变命运。可对那时他来说，踢球更像是一件只有没工作的时候才会做的事。但可惜的是，那段时间里，他几乎一直都在工作。事情的转折出现在他15岁那年。那天他正在和朋友踢球，朋友突然对他说：“你知道尼日利亚 U17 国家队下周要来这里选球员吗？”这句话他一下就记住了。奥斯梅恩立刻追问具体地址到底在哪里，因为他知道这种机会不会来第二次。可真正的问题很快就来了。他身上的钱不多，不够坐直达的大巴，于是他只能去找那些社区小巴。这种巴士的司机看到小孩，有时候会让孩子免费上车。奥斯梅恩就这样挤上了车，一路上他在别人腿上坐了30分钟。下车之后，事情还没有结束，他又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才终于到达体育场。到了现场，他才发现那里已经有300个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孩子，所有人都想被看见，所有人都想引起 U17 教练的注意。但人太多了，教练只能先用最直接的方式筛人，谁跑得快，谁就可以留下。而被留下的人里就有奥斯梅恩。经过几个月的选拔，几百个孩子，最后只剩下30个。走到这一步时，奥斯梅恩以为自己已经成功了，至少他自己是这么以为的。可真正的打击偏偏出现在他最接近机会的时候。有一天训练结束后，教练把全队召集到了一起，然后开始一个一个点名。奥斯梅恩站在人群里，一直等着他自己的名字，可直到最后，教练也没有叫到他。紧接着，教练说了一句话：“刚刚没有叫到名字的人，明天可以不用来了。”那一刻，奥斯梅恩才意识到自己被淘汰了。这个结果对他来说，几乎像是梦想当场碎掉。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自己，所以他去问教练自己为什么会被淘汰，而教练给他回答也很直接。这是技术的问题，就这么一句话，没有安慰，也没有更多的解释。奥斯梅恩当然很伤心，这一点不可能没有的。可他并没有因此彻底放弃足球。被淘汰之后，他还是一个人继续练习，继续等，继续盼着下一次机会的到来。几个月后 ，U17 国家队再次来到奥斯梅恩的家乡，跟上次一样，体育场里还是挤满了孩子。可这一次，现场的人实在太多，教练根本不可能把每个人都看一遍。于是他说：“我今天没办法看到你们所有人，2周后球队会去阿布贾。如果你们觉得自己很厉害，那就过来吧。”这句话一出来，新的问题也跟着来了，
因为阿布贾离拉各斯大约有9个小时的车程。对很多人来说，这只是一次长途的出门，可对奥斯梅恩来说，这几乎等于另一道门槛。不是他不想去，而是他根本就没有钱可以去。那一刻，他心里大概只有一个念头：完了，机会明明就在眼前，可他连去到现场都做不到。但事情没有马上结束。有意思的是，他的朋友借到一辆车，而奥斯梅恩也因此有机会坐朋友的车去到阿布贾。那辆车的状况非常差，也非常的烂。可对当时的奥斯梅恩来说，能上路就已经足够了。他就这样租着那辆破车，连夜赶往了阿布贾。等他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是凌晨。试训的第一天，他甚至没有机会上场，因为教练根本没有叫到他的名字。他到了现场，却只能在旁边等。那种感觉其实比没来更煎熬。好不容易赶了9个小时的路，结果第一天连展示自己的资格都没有。到了第2天，他终于得到了上场机会，可这个机会并不宽裕，他的机会只有15分钟。上场之后，奥斯梅恩凭借短短的15分钟内连续打进了2颗进球。有意思的是，当他以为凭借这2颗进球会得到进入 U17 的机会，但是当时教练并没有看到他的比赛，自然无法看到他的进球。好在球队队医看到了奥斯梅恩的表现，并且向教练推荐了他。奥斯梅恩回忆说：“如果球队医生没有那样做，我今天就不会成为职业球员了，可能现在还陷在井底一样的困境里。”2015年，奥斯梅恩随队参加 U17 世界杯，而这一次他没有再错过机会。在那届赛事里，他的表现非常出色。整届比赛，他一共为尼日利亚打进了10颗进球，拿下了赛事金靴。同时，他也帮助球队成功夺得冠军。就是从这里开始，奥斯梅恩这个名字突然进入到了更多欧洲球队的视线。2017年，奥斯梅恩拿到了沃尔夫斯堡的合同。签约那一天，他非常的开心。他终于看见回报，终于觉得人生开始改变的激动。他不停地刷新手机里的银行应用，反复确认账户上的数字。当银行卡里的钱真的变多时，他整个人都快激动疯了，因为在那之前，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可真正进入欧洲俱乐部之后，事情却没有想象中那样顺利。这也是很多年轻球员都会遇到的问题。世界杯的高光，并不等于俱乐部生涯就会自然的起飞。加盟的初期，他就受到伤病的困扰，比赛节奏无法把握。再加上始终没能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他在德甲始终没有打开进球的账户。没过多久，他就被租借到了比利时联赛萨勒罗瓦。表面上看，这像是一次后退，但很多时候，职业生涯真正重要的转折，恰恰发生在这种不起眼的阶段。对于当时的奥斯梅恩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先把状态找回来，再重新证明自己。好在他做到了。在萨勒罗瓦效力期间，奥斯梅恩重新找回了自信。36场比赛里，他打进了20颗进球。说明他终于重新找回了前锋最重要的东西——进球的感觉。也是从这里开始，外界重新看到了他的价值。找回状态之后，奥斯梅恩在19到20赛季转回到了里尔。这本该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因为他终于从低谷爬了出来，也终于重新走回到了更高的平台。可就在这个本该分享喜悦的阶段，他人生也留下了一道遗憾，因为他的父亲已经无法再陪伴他一起见证这些开心的时刻了。到了法国之后那段时间，他父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而更糟的是，当时疫情刚刚开始，机场关闭，航班受限，奥斯梅恩被困在法国，根本没办法第一时间飞回尼日利亚。那段时间里，他不停地给经纪人打电话，因为他不是没有办法，相反，他已经在拼命地找办法回去。按照他的说法，他甚至已经想到了回尼日利亚的方式，包下了整架的飞机，也拿到了民航局的许可，随时可以出发。可就在他以为终于能动身的时候，经纪人却让他再等等，因为俱乐部和经纪人其实都不想让他走。他们担心的是，如果他一旦感染疫情，对俱乐部来说会是很大的损失。也正因为这样，奥斯梅恩后来谈到这件事时，才会说出那句话：“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足球的阴暗面。”因为在那一刻，他感受到的已经不只是无奈，而是你明明最想回到家人的身边，却被职业足球的现实硬生生的拦住。真正击垮他的消息还是来了。有一天早上，他洗完澡，拿起手机，发现上面已经有20个未接的来电，他几乎立刻就意识到出事了。然后他马上打电话给哥哥，接下来听到的消息让他彻底崩溃，他的父亲去世了，而他没能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这种打击对他来说太突然，也太直接，他非常愤怒，也非常痛苦。据他的回忆，
那一刻，他把房间里的所有东西全都砸烂了。他拼命的想回去，却还是晚了一步。而这之后，他再次询问经纪人自己能不能回尼日利亚，而这一次经纪人说可以，但条件是他必须在周五之前回来。这句话一出来，奥斯梅恩更生气了，因为在他看来，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安排和安全的问题，而是当一个人刚刚失去了父亲的时候，足球世界依然用冰冷的规则提醒你，你还得按时回来，继续履行你职业的身份。也正是那个阶段，他开始更强烈的觉得，在足球世界里真的有他很黑暗的一面。所以当他回到尼日利亚时，他心里甚至一度觉得自己可能不会再回到法国踢球了。而接下来的变化也来得很快，他确实没能继续留在法国踢球，因为他已经被俱乐部交易到了意甲那不勒斯。到了那里之后，奥斯梅恩重新找回到了踢球的快乐，也是从那里开始，他职业生涯进入到了新的阶段。他刚来到那不勒斯的时候，并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状态非常好的球员，相反，他非常坦诚，他直接找到主教练斯帕莱蒂，说自己状态很不好，情绪也很不稳定。斯帕莱蒂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不只是战术上的安排，更重要的是对他情绪的调整，一点一点的让他稳定下来，再慢慢把状态找回来。也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你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在那不勒斯时期的奥斯梅恩和他在之前几个俱乐部的表现明显很不一样。这种变化很快就体现在场上，没过多久，他就成为了那不勒斯的锋线核心，从一个需要调整状态的新人，变成球队最依赖的进攻点。到了22到23赛季，那不勒斯时隔多年再次拿下意甲冠军，而奥斯梅恩是这个冠军里最关键的进攻球员之一。整个赛季，他打进了26颗进球，拿到了意甲金靴，也成为首位做到这一点的非洲球员。这是荣誉，也是他职业生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点。但事情并没有一直顺下去，转折也很快出现。一条来自俱乐部官方账号的短片，让奥斯梅恩和俱乐部之间产生了矛盾。这条短片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内容正是他之前罚丢点球的画面。这种处理方式让他感到不被尊重。随后，他通过团队向俱乐部表态，表示将保留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从这一刻开始，这段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而问题也不再只是场上的表现。进入到了24到25赛季，那不勒斯签下卢卡库，俱乐部的意图其实已经很明显，他们希望用卢卡库逐渐取代奥斯梅恩的位置。这种信号对任何一名前锋来说都非常的直接，也是一个明确的转折点。同年的9月，奥斯梅恩以出借的方式离开了那不勒斯，他转头吐槽球队加拉塔萨雷。这一决定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讨论，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他仍然处在职业生涯的巅峰期，却选择离开5大联赛，这让很多人一时间难以理解。在24到25赛季的土超联赛中，他代表球队出场了41次，打进了37球，效率依然惊人。他用最直接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最终他也帮助球队拿下了土超的冠军。随后，加拉塔萨雷以7500万欧元将他正式买断，这笔转会也刷新了土超的转会费记录。他是一个从垃圾堆旁边长大的孩子，现在成为了尼日利亚身价最高的球员之一。奥斯梅恩的成长或许有一些运气的成分，但更明显的是一路的不顺利。他不是一路被看好走到现在的。如果没有他出色的足球天赋，也许他的名字早就被淹没在人群里。但正因为他抓住了每一次的机会，才一步步走到了今天。这是奥斯梅恩的故事。如果视频让你更加了解他，请点赞分享。这里是节目，我们下一个故事再见。